你曾经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如果能让全球人类每人给你1块钱，那你是不是就是人类首富呢？虽然这个想法有点天方夜谭，但是世界上还真的有人这么做过，还差点成功了。这个女人将太阳注册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并且要求全球人类每人上缴1美元的使用费，这事甚至还惊动了美国前副总统，跟他打了一场官司，最后真的还让他捞到了不少钱。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个奇葩的太阳私有物事件。2010年，西班牙公证处迎接了一位特殊的女士，这名为杜兰的女律师向工作人员提出，她要注册成为太阳的主人。起初，工作人员还以为她只是开玩笑，而在工作人员本着严谨的工作态度去查证，发现还真没有明文规定她不能这么干。因为1967年外层空间条约禁止任何政府提出对天体的主权要求，但没有规定公民个人不可以，所以在一通骚操作之下，她居然成功注册到了这个资格，并且获得了一份合法的证书。他在几天后嚣张地表示，无论是主动使用太阳还是被动使用太阳的人，接下来必须要缴纳1美元的太阳使用费。这个马英九也是去查了一下，2010年的全球人口大约是69.09亿，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的情况下，他能毫无成本的盈利69.09亿美元，约折合当时的人民币471亿。这件事情也是迅速在国外社交平台上炸开了锅，杜兰成为了众矢之的。众网友也是纷纷表示，我操，虽然我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但是也不能被大风刮走啊。但杜兰既然能从法律中发现漏洞，那也说明他虽然疯，但是也不傻。他知道这笔巨款他一个人是肯定吞不下来的，于是又在几天后表示，在成功收到这笔款之后，将会有一半交给西班牙政府，2成作为西班牙养老金，相关的研究事业和世界公益各分1成，自己要的不多，就1成。不得不说，他这么做确实很高明，既显得自己很吃亏，还给足了国家政府好处。事实也是，西班牙政府立马支持了他的决定，而杜兰很快就给联合国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现在的太阳主人是我，全球人类要给我交1美元的太阳使用费，不然就告你们盗用我的私人财产。联合国一时间也是傻了眼，但令人更没有想到的是，这事最后还引起了美国前副总统戈尔的关注。戈尔也是个性情中人，直接就将杜兰告上了法庭，要求他必须向全球变暖现象负责，还公开表示随后会追究西班牙政府的责任。不得不说，这一招用魔法打败魔法是真的妙啊！但毕竟杜兰钻的是法律漏洞，最后谁也拿谁没办法。眼看着太阳保护费可能没那么好收，于是杜兰又想到了另一个法子，那就是售卖太阳。既然我收不了太阳保护费，那我就把太阳给卖了。杜兰在国外的购物平台开始售卖起了太阳土地，每平方米仅需1欧元，折合人民币7块钱。而他这么做也不是先例，在此之前也有一个售卖星球的人，叫做霍普，早在1980年就钻了法律的漏洞。而他这个人更加离谱，他卖的是月球的地产，价格约为20欧元每平米，并且顾客不乏美国前总统和众多好莱坞巨星，所以杜兰也是效仿起了这位前辈。但不一样的是，霍普售卖土地的时间非常早，当时的信息传播不发达，所以他的外星土地事业并没有受到阻碍。而杜兰由于时间较晚，并没有占到天时地利，最后在成交几千欧元之后，国外的这家购物平台官方就以诈骗为由对他进行了封号。但是呢，这一切都在杜兰的计划之中。我可是有合法证件的人，你就这么封我的号，那可不符合规定啊，必须赔偿我损失费。于是杜兰反手又将购物平台告上了法庭，但在法庭上双方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最后又是草草收场，不了了之。而杜兰在之后又遭受了一轮网友的质问轰炸，诠释了什么叫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比如有的网友就说被太阳烧伤了，要求赔偿损失费；还有人说自己的生活的地区因为纬度的问题和其他地区的阳光并不平等，要求他对此负责。还有人说现在的太阳太热了，自己不用了，能不能把太阳给收走？我不用太阳，你总不能强制我用吧？那你就是赤裸裸的打劫。虽然杜兰声称自己是太阳的主人，但是他面对这些问题，自己也是一个都解决不了。眼看事情越闹越大，最后联合国只能无奈出手，以50万美元收回了太阳的专利，私了了这件事情。而杜兰最后也是对这个结果十分的满意，虽然自己的太阳保护费计划没有成功，但是他毫无成本的收获了一大波流量和联合国的补偿，可以说是相当的舒服了。说到这里，马英俊也是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你金星
点赞的人平分机芯保护费这么说，我们一起做大做强，再创辉煌啊！这个时候再点个关注，那你也是妥妥的股东了。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